再说一下孝经的性质。四书五经，这是儒家的根本经典。那么在四书中，有《大学》，有《中庸》。《大学》和《中庸》这两本著作，儒家的核心著作，重点讨论的主题是内圣之道。那么《孝经》重点讨论的主题是外王之道。外王又可以细分为4个层次，叫修齐治平。从低往高，第一步是修身，简称为修身齐家；第二步是齐家，简称为齐；第三步为治国，简称为治；第四步平天下，简称为平，合在一起叫修齐治平。那么内圣也分为4个层次，就是《大学》里面著名的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就是格致成正格是格物，致是致知，格物致知诚意，诚是诚意的简称，诚意正心，正是正心的简称，简称为格致成正，这是内圣4次第。大学和中庸重点讨论内圣4次第，通过内圣这4个次第即成圣。那么什么叫成圣？就是通过道德觉醒实现生命的全面觉醒的人，被在儒家称为圣人。就是什么叫圣人？圣人，儒佛道对圣人的定义都是不一样的。佛家对圣人有佛家的定义，道家对圣人有道家的定义。那么儒家对圣人的定义和佛家、道家都不一样。儒家是怎么对圣人定义的呢？就是通过长期的道德觉醒，以实现生命全面觉醒和解脱的人，这样的人在儒家就被称为圣人。那么实现圣人的前提就是道德觉醒。实现道德觉醒有2种方向，2个途径。哪2个途径呢？在儒家就把它概括为内圣与外王2个途径。内圣途径就是通过格、致、成、正这4个次第，最终实现儒家的圣人之目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实现圣人的途径道路，这个道路叫修齐治平。那么如何通过修齐治平来实现圣人，成为圣人，也就是成为生命的终极觉醒与解脱者？孝经就是这个作用。孝经就是全面开示和教导我们如何通过修齐治平外王4次第的途径来实现生命的全面觉醒与终极解脱的这么一条道路，就称之为孝道或外王之道。所以孝道就是外王之道。那么大学、中庸，中庸之道、大学之道，只是我们通过格致成正这4个环节来实现圣人的另外一条道路。
我们之前呢很好解释了大学，解释了中庸，也就是说我们之前已经全面透彻的讲解了格致成正向内通向圣人的道路。那么今天为什么要讲孝道呢？因为要补上另外一个环节，就是儒家除了有内圣之道以成圣，还有一个通过外王之道以成圣的这个道路尚未全面讲解。那么这一条道路就含藏在孝经中。所以孝经的宗旨，孝经的核心精神就是向我们指示，除了格致成正、中庸之道和大学之道所指示的内在成圣之道之外，还有一个通过修齐治平来实现成为成圣之道。这条道有时候叫外王之道，有时候称之为孝道。所以孝道就是外王之道。具体的说，就是通过修齐治平以实现生命终极觉醒与解脱之道。它的重要性跟大学跟中庸同等重要。如果把中庸大学，也就是内圣之道，比喻为一只鸟的其中一个翅膀，那么孝道所指示的修齐治平外王之道，那就是鸟的另外一个翅膀。那么鸟有了两只翅膀，那才能飞翔。作为一个儒家，仅有内圣之道是不全的，因为儒家始终标榜的就是内圣外王之道，也就是说不偏废内圣，也不偏废外王，是内圣外王等量齐观，同等重视的这样一个宗旨，才是儒家之根本宗旨。因此呢，我们要赶紧把另外一只翅膀给补上。这就是今天为什么我们特选孝道来讲的原因。